到了捷克布拉格。布拉格呢，我想啊，这几年来啊，台湾的市场啊，可以说把这个城市呢，把这个国家炒得非常非常的热，好像呢一定得来，非得来不可。但是真正去了解东欧历史，深入了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到底又有多少呢？了解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了解布拉格这个老城的美丽，要来到这个老城区啊，来看看，来逛逛啊。布拉格是捷克首都，最大的城市，欧盟第14大的城市。它历史上跟波西米亚的首都伏尔塔瓦河的流域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一进来哈，第一个看到的是旧城区的火药塔。火药塔，捷克首都布拉格老城的一座哥特式的城门，也是这个城市的地标之一。火药塔修建于1475年，是布拉格13座城门当中的其中一座。最初兴建它的时候，通过的小桥连接了皇宫啊，但是呢，它尚未完工啊。那接着呢，我们车子马上搭乘了，前往到达了这个地方，是旧皇宫啊。旧皇宫呢，可以说是波西米亚统治者的权力总部啊。来到旧皇宫，你可以看得到波西米亚风格所有的景色、景点、历史，在这个地方都看得到。而旧皇宫在14世纪波西米亚王国的时期啊，就已经奠定下来了。我们前往旧皇宫，现在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哪里啊？是旧皇宫。旧皇宫，那你听它的名字，你应该也就知道了哦。旧皇宫代表的是什么啊？代表的是以前波西米亚的王朝喽啊。那走进旧皇宫，我们马上可以看得到它最挑高勒柱形的弗拉季斯拉夫汀呢，念起来这个名字都有一点像斯拉夫语，或者是像这个俄罗斯语，对不对啊？那这个是圣维特大教堂啊，圣维特大教堂前面的广场等等，还有鹅王式的建筑啊。圣维特大教堂也是在皇宫前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啊。那我们走进来这个教堂，看看这个教堂它所设计、它所设定的啊。布拉格城堡也是皇宫，在伏尔塔瓦河的西岸。走上了查理大桥，你就可以看到竖立在山丘之上。城内有圣维特的大教堂、旧皇宫、圣乔治教堂以及黄金像等等啊。我们走上来上面，第一个先映入眼帘、先进入的就是圣维特大教堂。1060年扩建为罗马式的教堂，一直到1344年，查理四世下令在原来的教堂建筑基础上再建造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历经了600年的时间，它终于整修完毕。所以在排队入场前，我们可以看到圣维特大教堂的外观，除了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的地标之外，它丰富的建筑特色也是布拉格城堡王室加冕辞世，就是你去世之后长眠之所。它外面是不同外形的飞浮壁，或称为滴水嘴兽。
那一般雕刻成鬼怪的石兽那雨水经由鬼怪的嘴巴呢，吐出这一种排水出来。那走到里面来的时候呢，再看看这个高耸顶端某面教堂的内部啊，在这教堂的内部呢，华丽的装饰、彩绘的玻璃，令人真的目不暇接啊，非常的震撼呢。在14世纪的时候呢，1060年就建成了啊。圣维特主教教堂是整个捷克最大的教堂，拥有了1000年的历史啊。经过了好几个世纪，耗时了600年，不同时期的文化风格都在这个教堂留下了痕迹。后期更动的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等建筑，在城堡里面慢慢走，看得到非常多当时在这600年来的一些建筑，还有包含了这一个玫瑰窗。这个玫瑰窗还有哥德式教堂的特点，还有外观它有2座尖塔，高达97公尺。所以这一个圣维特大教堂高耸入云端呢，你在外面如果你没有人这个广角，你根本就拍不下来了。布拉格皇宫、旧皇宫、圣维塔大教堂，走进来旧皇宫里面。旧皇宫是12世纪王室跟贵族所居住的宫殿，一直到了18世纪末，它才变成了捷克的政府所在地。一栋3层楼的建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这里走进来里面包括了瓦拉迪斯拉夫的大厅，包括了国会厅，包括了万圣礼拜堂。其实这里我们也把它统称叫做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它就在整个以布拉格为中心起点，到达了北德，到达了维也纳，以前都是波西米亚王国。而波西米亚王国当时的住所旧皇宫，就是现今捷克总统选举都在这个地方。这是花了600年精致雕琢的巴洛克式建筑，也是历代捷克国王加冕的地方。在城堡内是，现在是总的 quality， 很美哦，很漂亮哦。
东欧虽然有了那么一点商业化，布拉格，但它美丽的景色永远令旅客非常的着迷。街头艺人也在此表演，西装笔挺的有模有样，音乐素养非常的好，更显现出欧洲国家对音乐的爱好啊！戒备森严的门口，整个老城区，白塔之城，旧皇宫，看下去，布拉格的广场，中世纪美誉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来到这里收宅，就是回到中世纪。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如果它能够这么厉害，什么叫这么厉害？能够把一个国家的建筑保留600-700年，这个民族真了不起，代表这个民族非常的爱国。不爱国，怎能留下那么多的历史建筑呢？更何况捷克这个国家经历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经历了波西米亚还有各个国家的撕裂、分割、统治、殖民、占领，到后来跟捷克斯洛伐克分开来，各成一个国家。所以一个国家怎会没有历史，怎会没有过去？但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他其实呢，并没有生活在悲痛过去当中啊。为什么？因为人不会活在过去啊。一个不断拿出过去历史，拿出伤痛来讨论，是一件非常沉重也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人总是要向着阳光走啊，往前走啊。你就达到去看以前的代志，更讲过去，那伤忝伊啊。因为这个世间上看到未来无过去啊，讲人无台语讲一句话，更讲过去，意思就无效嘛所以咱人爱看未来啊，袂使更讲过去。咱去把内底旧皇宫的圣乔治的大殿啊，在这里面呢，其实有看不完啦圣乔治大殿呢，我们就走进来这里面。漫游小广场，看看圣乔治大殿，看看整个布拉格的旧皇宫，看看波西米亚时期所留下来的整体的氛围，整体的那种感觉，还有何谓那个叫什么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这层意思是什么？就是呢，代表什么？你是很有文学、很有文艺素养的哦。我们也会把它用这个什么波西米亚的这几个字眼呢，来去讲啊，圣乔治大殿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维特大堂到旧皇宫，再走到圣乔治大殿呢，这个圣乔治大殿呢，也在这边占有一席之地，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布拉格城堡旁边的黄金巷是鲁道夫2世的皇帝将金匠聚集到这一条巷道来居住，因而成为这一条巷弄名称的由来。据说他曾经委托这条巷内的人凿出一条能将一般金属变成黄金的物质，但真实情况其实没有那么多传奇色彩啊。16世纪的时候，这条优美的小巷内有11间小巧的房舍，曾经是城堡守卫以及家人的住所。黄金巷内5颜6色的16世纪建筑，是布拉格市区最受欢迎的摄影景点之一。18、19世纪期间，这些房舍呢，就成为了非法占有者以及艺术家的栖身之所，包括著名的捷克诗人以及作家法兰兹·卡夫卡。卡夫卡其实在捷克非常有名哦。这边呢，一直弥漫着黑鹰，埋头苦练他的书那个就金子，所以称之为黄金小巷。黄金小巷，哈布斯堡的鲁道夫追求就是在那个金子了。那现在还能找到金子吗？你说可能吗？这只是。据说最有名的，在捷克最有名的卡夫卡，就是在这写下最精彩的作品。如果你对历史有研究的人，你一定会很喜欢。如今这些房子已经成为卡夫卡书店跟博物馆，房子变成了销售手工艺品的纪念品商店。
你很难想象，在这一条黄金小巷，现在是这么多在卖东西的，但是以前真的是很多有名的诗人画家在这边。这些的房舍屋顶十分的低矮，以前也不有钱嘛，所以一般成人几乎无法站在屋内。黄金巷内也住过了另外一个著名的作家，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这14号的小屋曾经是詹姆斯·莱比斯夫人的住所啊，太多了，你讲不完。为何布拉格叫黄金城？为何叫黄金巷？清晨或傍晚的黄金巷，这里反映着金色的光辉，太阳照下来，不同的角度看着不同的黄金巷。你可以了解到这条黄金巷虽然有一点人工，虽然非常的商业，但布拉格就是这么吸引所有全世界的观光客来到这边一探它美丽的身影。黄金巷。贯穿布拉格南北的伏尔塔瓦河，我们来到了。但是很特别的是，为何我们是在晚上来到呢？可能是走得比较晚，对吧？布拉格城画上了一条蜿蜒柔美的线条，也因为我们晚上来到，就看到了难得一见的什么布拉格的夜景啊！我们一般很少看到布拉格夜景啊，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看到了查理大桥。查理大桥太有名了，太浪漫了。在河上的17座桥当中，查理大桥是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连接的新城跟旧城两城之间65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呢，让它变成熊盖五苗，整条桥上面全部都是雕像。这些雕像呢，我要一个一个讲完了，晕倒。第一不认识，第二个历史人物太多。这上面有26座的说偶像雕刻，但是这26座的雕刻呢，全部都已经搬到博物馆去了现在上面的雕刻全部都是复制品后期又增加了4座，所以变成了30座的雕刻。查理大桥的原址其实并不是石头做的在10世纪的时候，它只是个木墙。火灾肆虐以后，1170年为了再盖中世纪的罗马式的石桥，当时是欧洲历史上的第2老的石桥，还是查理4世唯一的一个水上通道。查理4世皇帝因为在这边盖的水道被水桥被冲毁，立誓一定要盖一个挡得住洪水的大桥，下令建造圣维塔大教堂的名建筑设计师 Peter 来设计在13世纪的时候呢，开始动工。那整串数字的排列，你知道他在1357年9月17号的5点31分亲自打造。为什么？因为他用咒语星象家的预测咒语来算它。石桥建造的工程历时了45年，一直到1402年才兴建完成。当时没有官方的命名，只被称作叫做石桥哇，你看晚上还有这一些音乐家在这演奏着，捷克出很多的音乐家石桥建造工程这么久，全长516米，宽10米，共有16座的圆拱，由波西米亚出产的砂岩铺造建设而成，没有一丁一木。据说为了让大桥更加的坚固，就在这石灰当中放入了蛋黄、蛋壳、牛奶、葡萄酒，怎么感觉好像要做面包来吃的查理大帝因此这个桥真的非常的坚固，支持了600多年，依然屹立不摇。建造的期间，掏空了布拉格及周边所有农舍的鸡蛋还从外地调来。农夫自作聪明，怕把鸡蛋弄破，所以将
这个鸡蛋反而把它煮熟，真的搞得跟吃的一样。这鸡蛋煮熟就不用用了嘛啊！为了贴补盘缠，豆牛奶在掺水充数。到了布拉格，得知煮熟的鸡蛋跟冲淡的牛奶都没有办法用啊，会花也啊，反而呢自作聪明，偷工减料啊，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就是这样来的。我们从查理大桥走下来，就走到了什么老城区啊，也就是布拉格的广场啊。晚上依然热闹，是晚上人还那么多。这里的观光客啊，不嫌多啊，只嫌不够啊。你看看，这是他当地最有名的那个卷卷的那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啊。沾一点冰淇淋啊，沾一点土豆粉啊，花生粉啊，什么讲土豆花生粉，甜的啊，很好吃啊。很多人喜欢来到这边呢品尝啊。见仁见智啦，有人介意吃，有人干嘛这样不上。天文钟啊，这个天文钟这个时候正在修建，有没有啊？旁边都围起来啊。这个天文钟很厉害哦。第一次胡斯战争爆发也是在这里引起了导火线，因为愤怒的胡斯冲到老市政厅里面，把几位议员抛出了窗外，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抛窗事件。就是12个门徒依序会出来，你看下面那个骷髅一直在动，是他拉响了那个门旋。骷髅是代表死亡，在骷髅边上有个吝啬鬼，那是土耳其人，因为欧洲人不怎么喜欢土耳其。刚好遇到蛇门徒。这天文钟很厉害哦。我们先不谈天文钟，先来看那个泰恩教堂，就在这儿啊。1365年开始新建的哈。这个教堂真的很厉害哦。这个教堂呢高达80米啊。2个尖塔代表的亚当跟夏娃。那天文钟呢更厉害了啊。这天文钟呢在15世纪就建成了啊。它报时呢有什么12门徒在报时啊。除了报时之外呢，它这上面还有星星、月亮在天空中的方位、12使徒等等啊，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啊！我们现在一路往这个火药塔走啊，走到了火药塔呢，你看看啊，这个火药塔也建于15世纪啊，那看到了前面这个就是火药塔了哈，火药塔旁边也就是最有名的市民广场喽。布拉格的市民会馆，人来人往的广场，旁边是火药塔，这里太有名气了啊！那旁边还有一个很多人喜欢来的捷克国产文具店啊，有时间可以走走看啊，人潮汇集的地方。你看这市民会馆多棒啊！你看进来，我们今天就在市民会馆里面吃什么？吃猪肋排餐啊！你看看啊，这市民会馆里面有没有？这真的很有气氛哦。全世界再好吃的东西呢，你那假北哈你都不觉得它好吃啊。所以台湾的美食你觉得好吃的不得了，阳春面啊、肉霸崩啊、海扇啊，对老外来说呢，你没一点介意价嘛啊。那对老外来说，他最棒的美食、最好的咖啡，你也不一定觉得好吃啦啊。那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什么呢？众口难调啊。但是哪一个地方最棒？哪一个地方最好玩？我告诉你，你心里面觉得好玩，它永远都是觉得好玩。所以最好吃的地方呢，是你的嘴巴。你的嘴巴呢，觉得它好吃，它就是好吃。所以心态很重要。哪里最好玩？
你心里面觉得它好玩，那就是好玩了，对吧？出来有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觉得这个地方贵，那个地方贵，其实每个国家的消费水平都不一样啊，很难用不一样的价钱去衡量所有的东西啊。有的人用价钱去衡量很多很多的东西，这实在是有时候是很难去沟通的什么叫假贺，什么叫假拜？有的人吃上一餐，觉得这一餐不好，就觉得这一餐很难吃。但是你有想过吗？有时候搞不好在国外，连豆芽菜最便宜的，在国外卖的都很贵外国的消费10欧台币360，12欧台币400多，对他们来讲是很普通的消费啊。那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不把餐费调高一点呢？调高整个售价提高，还能接受吗？所以不一样啊，不能够这样子去比较哎呀，看紧的了。哎，这嘛我到这来。库伦诺夫 CK 小镇，伏尔塔瓦河 S 型包围的 CK 小镇，最受旅人喜爱的地方，它叫库伦诺夫，但是很多人把它叫 CK 小镇，因为它的名字太难念哦。山丘上的城堡区被河套包围的旧城区，所以 CK 在捷克话里是代表河湾上的浅滩。充满历史韵味的红瓦屋镇，南波西米亚最美丽的一个地方。其实啦，上多人该来家是咱台湾的，这里完完全全被整个台湾人炒的红翻天的那也代表了什么？把它的物价也炒起来我记得10几年前我来到 CK 小镇的时候，它还没那么贵啊。10几年后再来 CK 小镇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的妈呀，贵得不得了。这也就是我常常跟很多人讲的。很多人说，人嘿团贵，那也下秀啊。我常跟很多人讲，奇怪，全世界的物价、机票什么都在涨，为什么只有旅游的团费在往下降啊？怎么可能？国外每一个地方的入城税原本不用的，后来要了，而且还节节升高，人力、物力、薪水都在涨，你怎么可能越降越多呢？这就是台湾人的迷思啊！看价钱办事啊！为什么一直都是喜欢寻求低价？其实旅游团体你要很认真去看它，停车需要停车费，你今天有没有派车，有没有包含什么？很多很多，在欧洲啊，连入城税的费用都不一样，你在这待1天、待2天的价格都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税金要拿，了解意思吗？税金有很多啊，然后包含有的还必须请当地导游啊，当地导游请1天的工资是多少啊？所以这太多小问题了非常多这也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重点欧洲很难用单一的方式去看它。这几年来，库伦诺夫 CK 小镇
已经跟布拉格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景点了啊，太多人爱这边了啊。但我说过了，最爱的是台湾人了啊。台湾人常常会一窝蜂的疯狂一个地方，所以来这边遇到台湾团的几率不是10%、20%，是100%啊，几乎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啊，看上这个西给小镇。当然，说实话，的确这个世界遗产呢，真的啦有它独特的魅力啊。不像那这人介意，那也卡这个伏尔塔瓦河告这的时候，在都刚好呈现一个 S 型的曲线啊。就把这个地方把它包了起来，有没有看到这个 S 型的曲线呢？就把它包了起来啊。那库鲁诺夫的德语地名呢，就是什么莫尔道河畔的克鲁毛啊。莫尔道意思就是指伏尔塔瓦河的旧名，克鲁毛就是德语发音的 Krunov 哦。那老城区的广场、喷泉、餐厅、旅馆、游客中心，我们现在上到了这个城堡上头，一眼望下去，睡吧啊，真的美啊！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啊，库伦诺夫啊。那在这整个库伦诺夫的都是这样子的老城啊，最高的也不能超过这个尖塔啊，所以在这里面甚至还有什么酷刑博物馆啊，看到当时欧洲人的很多的这种小国王、小城镇里面当中的酷刑啊等等啊，非常多哦。那库伦诺夫城堡当然它也有它重要的历史哦。库伦诺夫城堡呢，在1240年兴建起来。整个地区在1989年呢被列为国家古迹，在1992年的时候呢，当然它就变成了世界遗产了。从上头看下去，最能感受到西 K 小镇的美，西 K 小镇的风光，绝对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现在在彩绘塔上，是库伦诺夫西 K 小镇城堡区的一栋建筑。这个爬到彩绘塔有点辛苦哦，但是呢，看上去的美，真的走的不用门票，也不收费，在城堡的廊道里面可以看到美丽的小镇风光啊。那彩绘塔登顶的一个人呢，你看看这个彩绘塔是可以登顶的啊，上去看看，没西笨呢，真的上去看看整个西 K 小镇的中心点，真美。虽然走起路来，走上城堡有点辛苦，尤其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城墙慢慢的攀达上去会有点辛苦，但是呢，进入城堡区美丽的小镇还是令人流连忘返。现在我们慢慢的在走这个城堡咯，再往上走走上去，从这个彩绘塔再往后走，就是它的城堡区咯。
处都有街头艺人。库伦诺夫也就是俗称的 CK 小镇。冬季旅游有个好处是什么啊？秋景啊，秋天的景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天气很凉啊，但是当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天黑的比较早。对我来说，一个旅客，你所看到的景色，你所感受到的景色，四季皆有不同，不同的美给你不同的感觉，这是真的。不是跟他讲，弯起这的旅游这方面啊，我们才这么讲啊，真的不是啊。